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那现在呢，我们正在学习的是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程。这个课程的课时比较多，所以呢，需要大家耐心的、认真的去一步一步的跟着老师去学习。那我们已经讲解了 HSK 6级听力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还有呢，第三部分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在上一节课呢，介绍了 HSK 听力6级这个听力的第三部分的第一小节，就是我们介绍了这个听力题目会是什么样的是短文题，有6篇短文，每篇短文的后边你会听到这个3到4个问题，然后你要去根据你听到的内容进行选择。那我们在前边呢介绍了一些最基本的方法，比如说呢，我们说你要先去看选项来进行一个预测，你要去猜一猜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那这个题目它可能会问你什么，然后呢，你要去根据你看到的内容，在听的时候你要去注意，你要去认真听什么，你要去认真记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介绍了，因为你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你只有13秒的时间，你要去做题，做了题以后，比如说你可能用5秒的时间去做题，那么你只剩下8秒的时间去看下边的3个或者是4个题目，那这个时间是不够的。那我要去看什么呢？你可以去看的是最后一个题目，因为我们介绍了，一般来说，如果有3个或者是4个问题，那最后一个题目一定是关于主题的就是说他会问你这篇文章主要告诉我们什么，或者是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什么，或者是这篇文章想表达什么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最后一个题目你是一定要去看，那根据这个你来去猜测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内容，而且你去猜测重点内容是什么，这是我们在前边已经说过的。那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也说了，你要去进行推理和概括，要抓住关键信息，而且你应该注意的是要去听清问题，因为有可能 A、B、C、D 你都听到了，但是你要去注意的是问题是什么，特别是如果你在文章里边听到了2种事物或者是2个人，那你要去注意的是问题问的是哪一个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在这种短文里边，如果出现2个或者是2个以上的人或者是事物，你就要去小心，你要去记住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种事物的特点，然后你要去听清楚问题才能够回答，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前边呢，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方法，现在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具体的文章的类型来一起看一看。那首先呢，我们要去介绍的一种类型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说呢，在6个短文里边一定有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1个，可能是2个，甚至有可能是3个故事，所以故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当然要注意了一般来说，如果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一般来说会有一个道理在里边那这个道理呢，通常是在最后的。或者是说呢，如果这个故事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有可能没有道理没有告诉你一个道理，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故事，那你就要去记住，在这个故事里边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人物、原因、经过，还有结果。你要去想一想，就是如果你听到的是一个故事你要去记住什么呢？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他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他如果有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然后最后有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这个是一般来说写文章的时候你需要去注意的一些要素、一些因素、一些内容，所以在听的时候你要去注意了。
那现在呢，我们来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解题的思路来一起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最后一个33A， 做人要谦逊。谦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谦虚啊。如果别人说你真的很棒，你应该说，哎呀，哪里哪里，我没有那么厉害啊，这是谦逊的意思，就是谦虚。B 是要尊重别人，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啊，要尊重别人啊。比如说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不可以说停，你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尊重别人的一种表现。我们要去尊重别人。然后呢 C， 思维方式要灵活啊，思维方式要灵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句子哈，我们要去学习一下。那思维方式就是我们想问题的方式，要灵活呢，就是你不要总是一直这样啊，你要去想一想有别的可能啊，这个是灵活的意思啊，就是你要去想各种各样的多样的可能，这个就是灵活的意思。就是在想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按照你的习惯不要一直是用老的方法去想问题，你可以试试一些新的方法，或者是不一样的方法。那思维方式要灵活。D 呢，就是金钱不是万能的钱不是万能的，钱不是可以做所有事情的，有的事情钱是做不到的。比如说呢，如果一个人得了非常非常重的病，癌症或者是如果一个人已经非常非常老了，他要死了，那这个人他说我不想死，我要用钱买生命，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自然的规律所以钱不是万能的，这个句子大家一定要明白。那我们先看 A、B 这个最后一个题的 A、B、C、D 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要讲的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边一定会有一个道理，那它讲的到底是哪一个道理呢？我们要去听一听才能知道。那最后一个题问的是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什么？这篇文章主要想说什么？那我们来看前边的问的就是细节题，就是问的是这个故事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是怎么解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当然了，如果你真正考试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时间去看这个题目。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是在做练习，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看31题 A， 增加分红。那什么是分红呢？就比如说如果你买了股票你比如说这有一家公司，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你可以把你的钱借给我，那年底的时候我赚了很多钱，我可以分给你一部分，那这个就叫做分红。增加分红就是意思是要更多的分红。B 开个人专场C 3人同台演出那这 B 和 C 呢，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 B 和 C 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故事应该是关于演出的故事关于演出的故事。那么是一个人专门的一个人来表演呢，还是说3个人同台一起表演呢？那这个 B 和 C 两个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老师可以猜一下 B 和 C 里边可能有一个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要听了以后才能知道。那 D 呢，是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就是可能比如说如果是3个人同台演出，3个人一起的话，那谁的名字在前边，谁的名字在后边，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来看 A、B、C、D 都是关于演出的，那有可能 A、B、D 都是关于这个人的要求的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哪一个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到时候要注意的去听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或者是这场演出的特点是什么那我们来看32题 A 是提高报酬，
这个其实跟 A 的意思，跟31题的 A 意思就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要更多的钱的意思，报酬就是钱。然后呢 B 是张贴空白海报啊，那大家是不是知道什么叫做海报呢？就是好像一张纸啊，如果你想要做广告的话呢，你要有一张纸，特别大的一张纸，然后你上面写你的这个要广告的内容，然后呢把它贴到墙上，那这个就叫做海报了。那张贴空白海报就是这个海报上面没有文字，没有字，什么都没有，是一张白的纸。那 C 是改变了海报形式。那什么叫做海报的形式呢？一般来说，海报都是一张纸，在这张纸上会写上我们有一个表演，表演的人是 ABC 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也有可能你用别的形式、别的方式去做这个海报比如说你可以做这个一张小的卡，然后呢发给每一个人，或者是呢你可以就是做成一支笔，然后这支笔可以送给所有的人。那不一定是一张纸贴在墙上，你可以换别的形式，那这个就叫做改变了海报形式。那 D 是增加了演出场次。所以意思是有可能本来这场演出只有一次，那我们增加了演出的场次，就可能会变成2次或者变成3次。所以看 A、B、C、D 的话，32题有可能是关于怎么解决问题的。好，所以31、32、33我们都看了，那这一定是关于一场演出。这场演出一定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一定解决了问题，那最后我们得到的一个道理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内容。当然了，我们也要去认真的听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所以现在呢，我们既然有了大概的了解，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这个31到33题它是什么样的故事，一起来听。现在开始第31到33题。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有3个著名演员应邀到一个剧场同台演出，他们向剧场经理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即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海报的最前面，否则他们将退出演出。3个演员同台献艺的消息早已传出，总不可能改为个人专场演出，何况这3个演员都是当红明星，得罪哪一个都对剧场经营不利。这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不过，剧场经理略加思索之后，就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到了演出那天，3个演员到剧场一看，海报不是一般的纸面形式，而是一个不断转动的大灯笼。3个演员的名字都写在灯笼上，3个名字转圈出现，谁都可以说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前面。于是3个演员都高兴地参加了演出。当我们碰到难题时，如果用静态思维不能解决，那就改用动态思维试试，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31，3个演员提出了什么要求？32，剧场经理是怎样解决难题的？33，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好，那我们提醒了大家一定要听清楚问题。比如说呢，我们在这里呢又听到了个人专场，又听到了同台演出，又听到了这个 D、B、C、D 我们都听到了，但是到底哪一个是答案呢？你要听清楚问题是什么。它的问题是3个演员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他们要求什么呢？
大家知道答案是什么呢？还记得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呢，应该是选择 D， 自己的名字要排在前边。3个人同台演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名字放在前边所以呢，这个答案应该要选择 D。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对？那第二个的话，这个剧场的老板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怎么样？他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大家还记得吗？那我们说传统的海报是一张纸纸面的形式贴在这个墙上，所以从上到下要去写这个演出的内容，还有演出的人 A、B、C 这样去写。但是呢，这个老板没有选择这样的形式，他换了一种形式，他用的是灯笼。大家知道灯笼是什么吗？就是在中国春节的时候，红色的灯红色的挂在门的前边，红色的晚上的时候可以亮的那种灯。那灯笼的上边是写了3个人的名字，他们一直在转，这个灯笼一直在转，所以呢3个人的名字都在上边一直在转，所以没有办法说谁是第一个，谁是第二个，谁是第3个所以呢，这3个演员都非常满意。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题目也比较难因为没有非常直接的答案，大家要想一想才能明白。那这篇文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呢？做人要谦逊吗？要尊重别人吗？思维方式要灵活吗？金钱不是万能的吗？到底是哪一个呢？我相信同学们应该可以选择出答案来。那这个答案呢，应该要选择 C， 思维方式要灵活。我们听到了，在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如果静态思维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用动态的思维去解决问题。什么叫动态呢？就是可以动的，所以就是灵活的。你用这个方法解决不了，传统的方法不行，你就要去想一想新的方法特别不一样的方法，那就是灵活去解决，灵活去处理。所以这个3个问题的答案是 D、C、C。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对呢？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对的那这篇文章里边，我们也可以确认了前边的2个问题问的都是细节，是很小的，是很具体的一些谁呀，为什么呀，怎么解决呀，最后怎么样问的是这样的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问的是这个故事里边你学到了什么样的道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发现，最后这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最后的这个部分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在遇到难题的时候呢，如果静态思维解决不了，我们就要用动态思维去解决。那答案应该要选 C。 一般来说道理都在最后一句。当然了，如果这个道理特别难，你也不要特别紧张，那前边的故事你自己想一想，应该也能够选择 C 因为前边就是遇到了一个困难，那传统的办法解决不了，他们换了一种办法，一种非常新的办法去解决了，所以答案也是应该要选择 C。 那你通过这个故事大概也能够明白，也能够总结出来这个道理。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练习，也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那希望同学们呢，在听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呢，第一，你要了解故事的大概的这个结构，大概的一个内容他写文章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什么。那第二就是呢，ABCD 里边出现的所有的词，如果有一个词你还不会的话，你一定要去查一下词典，然后把它记下来。虽然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给你介绍和解释一下，但是这个花的时间太多了，老师也没有办法每一个都给你讲一下，所以更多的工作还是希望同学们
课下的时候自己去做。那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已经学过词，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很多词不知道。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如果做了一个题，你要保证这个题里边所有的词你都记住了，那这样就是一个学习词汇的好机会和好方法。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同学们有了了解以后呢，我们来去做第二个故事，第二个练习。那我们在这里有可能会听到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里边可能是没有道理的，你需要自己去总结一下道理是什么。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最后一个题目。最后一个题目是 A 别因小失大， B 别丢三落四， C 别舍近求远， D 别半途而废。那我们看到这个别什么什么什么这四个字的词，看上去好像都是有点难的。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不喜欢成语，我记不住成语，我不要学成语。但是你会发现呢，第一，成语很有必要，因为你在听的时候，在看的时候，你会听到，你也会看到。那第二就是什么呢？其实成语有一些成语根本没有那么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这四个成语。首先是因小失大，什么意思？因为小的丢了大的比如说呢，这个有那个我们听过这个就是狗熊掰棒子的故事就是一个动物，它要去拿这个抓这个玉米它的这个农田里边有很多玉米，他就觉得这个玉米很大，然后呢他就想拿了以后，他又走一下，看到另外一个玉米更大，对吧？然后他一直想要拿大的玉米，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拿到了一个最小的玉米那这个就是因小失大就是你因为很小的事情丢掉了一个很大的事情你为了达到一个小的目标，你丢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这个就叫做因小失大。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的话呢，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因为学习不太好，所以呢他现在要考试，但是他考试因为准备的不是很好，所以为了这个考试能考得比较好，所以他每天不睡觉连续3天都没有睡觉，然后呢去准备这个考试。那他最后呢这个考试通过了，但是呢他因为连续3天没有睡觉，所以身体就生病了，而且病得非常非常严重，特别特别不好。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身体就一直都不好了。那我们说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一次小小的考试而让自己的身体变得特别特别不好了，那这就叫因小失大，因为小的丢掉了大的，那这就是因小失大了。我们不要这样同学们不要为了一些很小的不重要的事情去失去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 B 呢，别丢三落四，丢就是丢掉了，没了落也是掉了忘了的意思，丢三落四呢就是说呢一个人非常粗心他经常丢东西，不知道自己的东西放在哪里了，那这样的人就是丢三落四的人，特别粗心的人，你明白吗？那 C 别舍近求远舍就是也是丢的意思，不要的意思，不要近的，要去找远的舍近求远，就是你明明有一个很近的很好的方法，你不要，你非要去找特别难的特别远的方法，这就叫舍近求远比如说呢，你有一个这个中国的女朋友或者中国的男朋友，那这个你有一次呢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有一个字你不会写那你这个字不会写，你在家里边跟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中国的男朋友在一起，
你遇到一个汉字不会写，你说哎呀，这个汉字我不会写，我要去问我的老师。所以呢，你坐公共汽车跑到学校里边，然后去问你的老师，老师这个汉字我不会写。那这个时候你的行为，你做的事情就是舍近求远。明明你的中国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在你的身边，马上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不找他，你去特别特别远的地方找你的老师，那这个就叫做舍近求远。就是你有非常方便的、非常便利的条件去做，但是你不做，你非要去那个做特别麻烦的、特别难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找这个人来帮你解决，叫舍近求远。我们不要这样。那别半途而废，半途就是走路走了一半，然后废的意思就是不要了，没有用了。那半途而废就是做事情做到中间的时候就放弃，这就叫做半途而废。我相信同学们看汉字的话，大概也能够猜出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做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放弃了，这叫做半途而废所以四个词4个成语看上去虽然有点难，但是认真的去看汉字想一想的话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大家应该都能够明白。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36题呢，它问的就是一个这个道理。那这篇文章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不能做什么呢？你在 A、B、C、D 里面要选择出来。当然了，那34和35问的一定是故事的具体的内容所以呢，这2个题目呢，你可以一边听一边看，然后一边去记住重要内容是什么。当然，因为我们在练习，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34A， 儿子把小羊放了，他抓了一只小羊，然后说小羊你走吧，把它放了。 B， 儿子竟然睡着了，儿子睡着了。 C， 儿子抓到了一只鹿D， 儿子一直在那儿坐着。好，这个是关于儿子的儿子做什么了？我们要注意听一下。35A 很孝顺， B 很自责， C 想要一支新猎枪， D 忘记了父亲的叮嘱。很孝顺就是这个儿子对父亲非常好，非常听父亲的话。很自责，批评自己，觉得自己不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真的很不好呀，这个是自责。想要一支新猎枪打猎的时候需要猎枪，他要一支新的猎枪。D 是忘记了父亲的叮嘱，他忘了父亲告诉他你要做这个，但他已经忘了那么这个 A、B、C、D 也是关于儿子的。那关于儿子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你要去听这个故事里边儿子做了什么，然后儿子有什么样的感觉，儿子做了什么，然后最后你觉得从这个故事里边你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去听的。所以关于父亲和儿子打猎的故事，关于小羊或者是鹿的故事，我们要去认真的听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呢听清楚问题是什么，然后你来选择。所以现在34到36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猎人带儿子去打猎，在森林里活捉了一只小羊，儿子非常高兴，要求饲养这只小羊。父亲答应了，将猎物交给儿子，要他先带回家去。儿子挎着枪牵着羊沿着小河回家，途中羊在喝水的时候忽然挣脱绳子跑了，小猎人紧追慢赶，最终也没抓住，到手的猎物就这么飞了。小猎人既恼火又伤心，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后哭泣，不知道如何向父亲交代，满腔懊悔之情。糊里糊涂等到傍晚，
看见父亲沿着小河走来，小猎人站起身，告诉父亲丢羊的事。父亲非常吃惊，问：“那你就一直这么坐在这儿吗？”小猎人赶忙为自己辩解：“我也四处找了，没有踪影。”父亲摇摇头，指着河岸泥地上那些新鲜凌乱的脚印说：“你看那是什么？”小猎人仔细查看后问：“刚刚来过几只鹿吗？”父亲点点头：“就是，为了那只小羊，你错过了整整一群鹿啊。34. 父亲为什么吃惊？35. 关于小猎人可以知道什么？36.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好，那听完了问题，同学们应该也很吃惊吧？好，那34他问的是父亲为什么吃惊啊？同学们还记得吗？父亲为什么吃惊？那我们看 A， 儿子把小羊放了，这个肯定是没有的，是小羊挣脱了绳子跑了。小羊喝水的时候挣脱了绳子跑了，所以不是儿子把它放了。儿子睡着了吗？没有。儿子抓到了一只鹿，这个也没有。所以儿子一直在那儿坐着，是让父亲非常吃惊的事情啊。那这个故事大概的内容我们是明白的，所以让父亲吃惊的是儿子在小羊丢了以后一直在那儿坐着。然后呢，35他问的是关于儿子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儿子很孝顺吗？在这个故事里边没有体现出来。很自责吗？想要一支新的猎枪吗？没有。忘记了父亲的叮嘱吗？也没有。他很自责。当然了，我们没有听到自责这个词，可是我们听到了很懊恼，很后悔啊，他哭了啊，他觉得自己不对，那这就是自责的意思啊，不知道怎么向父亲交代。父亲给了我一只小羊，但是我弄丢了，小羊跑了，那他自己责怪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答案选择 B。 那道理是什么呢？同学们知道吗？这个故事里边，父亲和儿子一起打猎，他们抓到了一只小羊，那儿子说我要饲养这只小羊，这小羊给我吧，我养着它。那父亲说给你，你带它回家。儿子带着小羊回家的路上呢，小羊喝水的时候，儿子抓着绳子，但是小羊力气比较大，它跑了。注意啊，是小羊自己挣脱绳子跑了。什么叫挣脱呀？我这样抓着绳子，那这个小羊啊，它非常用力的就这样了，这叫做挣脱了啊。那所以儿子呢，他觉得非常懊恼和后悔，他找了找周围没有小羊，他就一直坐在河边啊，因为他非常生气，非常后悔，非常懊恼。那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儿子，他问儿子：你小羊丢了吗？那你一直坐在这儿吗？啊，你这个父亲问的问题，你一直坐在这儿吗？然后儿子说啊，我也找，但是没有找到，所以我就一直坐在这儿了。那最后呢，父亲跟他说，你看那边有那个脚印，新的脚印是什么呢？是鹿啊，刚才来了几只鹿，一群鹿。所以父亲说，你为了一只小羊错过了一群鹿啊，你为了一只小羊，你为了一只很小的东西，错过了很大的几只鹿，一群鹿。所以这个道理就是，
别因小失大啊，这就是我们的故事的道理。但是文章里边并没有说因小失大，也没有说我们不要因为小的事情就错过大的事情。但是呢，它里边讲到了，你因为一只羊错过了一群鹿，那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是需要你自己去总结一下这个文章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好，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关于儿子、父亲、羊和鹿的故事。那确实是比较难，需要你在听的过程当中真的非常认真的去听它的整个的意思和故事是什么。所以你还可以就是你看一看 ABCD， 那 ABC 不对的话，当然 D 就是对的啊。所以在这里边呢，你还可以用排除的方法，就是我听的过程当中，我知道这个儿子他没有很孝顺，也没有要一支新的猎枪，也没有忘记父亲的叮嘱，因为父亲没有叮嘱，所以呢，答案应该要选择 B 啊。在这样的这个故事里边呢，大家首先是可以确定有一些是不对的，那剩下的就是对的，这种方法也是很有用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我们来看一下第50个题。A. 音乐的作用。 B. 古琴的传说。 C. 守时的可贵。 D. 高山流水的故事。我们一看 ABCD 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可能是一个历史故事，而且呢，有可能是问的是这个故事的题目是什么？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的？那是关于音乐的作用吗？还是关于一个古琴的传说呢？还是守时的可贵？什么叫做守时呢？就是你跟别人约了时间要做什么，你能够按照这个约定去做的话呢，按照这个约定到这个地方的，就是叫做守时啊。守时是非常可贵的，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好的品质。高山流水的故事啊，那中国人看到这个高山流水呀，一定会非常熟悉，但是有可能同学们没有学过这个，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什么叫做高山流水，可能会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所以要如果我们听完了以后，如果没有的话，老师给你老师再告诉你。然后我们来看48和49。48的 A 精通琴艺，会弹琴，弹得非常好。 B 爱好文学。 C 喜欢垂钓，喜欢钓鱼。 D 是博览群书，是看过很多书的意思。因为博呀，大家都知道博物馆啊，博览会呀，意思是很多的意思。览呢，你看下边有看见的见，所以览就是看的意思。群就是很多，一只羊，一群羊。一只羊是一个，一群羊可能有10个、20个、100个，所以群书就是很多书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是看过很多不一样的书啊，这是这个 D 的意思。所以他会问你关于某一个人，我们可以知道什么？49 A 没有灵感了。 B 没有知音了。 C 身体状况欠佳。 D 被对手打败了。那关于某一个人，我们可以知道什么？那这个是发生了一件变化了。那么没有灵感了，我们都知道音乐家和画家这种艺术家，他们需要灵感啊。什么叫做灵感？就是你突然有一个想法，关于艺术的一个想法，那这就叫做灵感啊。就是突然我要写什么，我要画什么，我要弹什么啊，那这就是有灵感了。没有知音了。什么叫做知音呢？知道音的人，知道音乐的人
啊。这个知音是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知音呢？就是特别了解你的人，特别理解你的人，叫做知音啊。就是他知道你的声音，知道你的音乐啊，这个意思。就是你弹音乐的时候，他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你说话的时候，他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这就是知音。然后呢，身体状况欠佳，佳是好的意思，欠佳就是不好的意思。被对手打败了，这个比较简单，他跟对手有这个争斗，然后他输了，就是被对手打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48、49和50这3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应该是关于音乐的某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有1个人或者2个人，他问的是这个人怎么样，然后后来怎么了，然后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的，或者是故事的题目是什么。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故事，大家要注意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48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春秋时期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弹得特别好，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一天晚上，俞伯牙乘船游览，俯视江水，他非常感慨，于是弹起琴来。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弹的不正是这波涛汹涌的江水吗？”俞伯牙听了非常高兴，把说话的人请上船，兴致勃勃地为他演奏。当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子时，这个人又说道：“真好，雄伟而庄重，就好像泰山一样。”伯牙兴奋极了，激动地说：“你真是我的知音。”这个人就是钟子期，两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并相约第2年的这个时候还在此地见面。结果第2年，俞伯牙如约来到江边，却发现钟子期已经去世了。伯牙非常伤心，说：“子期死了，我以后弹琴给谁听呢？”于是他把琴往地上一摔，从此再也没有弹过。这就是高山流水的故事。现在我们常用高山流水来比喻知音难遇或乐曲高妙。48，关于俞伯牙可以知道什么？49，俞伯牙为什么不再弹琴呢？50，这段话主要谈什么？好，最后一个题，这段话主要谈什么？相信同学们一定可以选择出答案来。那第一个是关于俞伯牙，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我们也在前面一开始就听到了，我们听到的是俞伯牙啊，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叫俞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这句话非常难，因为这个词比较难。精通音律就是音乐和旋律。后边有一句话特别简单，琴弹得特别好。所以关于俞伯牙，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他精通琴艺。精通就是在精通什么什么，就是在这个方面特别厉害的意思啊。那琴艺就是弹琴的艺术，弹琴的技术。那精通琴艺，琴弹得特别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48题应该要选择 A。那49，俞伯牙后来为什么不再弹琴了呢？同学们知道吗？是因为没有灵感吗？是因为俞伯牙的身体不好吗？是因为被对手打败了？他有对手吗？没有对手。那原因是他的知音钟子期死了，去世了。所以呢，他说
我的知音去世了，我以后弹琴给谁听啊？没有人在听我弹琴了，没有知音了，没有了解我的人了，理解我的人了，所以呢，我没有知音了。那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篇文章是什么故事啊？是高山流水的故事。那为什么要叫高山流水呢？同学们现在明白了吗？好，我们说呀，这个故事用简单的语言再来说一遍的话呢，古代的时候，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叫俞伯牙，他弹琴弹得特别好啊。这个琴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钢琴啊，是中国的古琴。有一天的晚上呢，他在船上弹琴，他弹的琴是关于这个水，这个河水的这个流动的。那他弹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人说：“哎呀，这个琴弹得真好，我听到了流水的声音啊，就是我从你的琴的声音里边听到了流的水啊，这个水在流动的感觉啊。”所以这个俞伯牙就觉得呢，哎呀，这个人真厉害，他明白我在弹什么，所以他请这个人到船上来，又弹了一段琴给他听。那这次俞伯牙弹的是什么呢？弹的是山。他弹的这个琴里边表达了就是山很高很壮美的这个感觉。但是那这个听的人呢也听出来了，他说：“哎呀，你弹的是高山呐。”所以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钟子期。所以俞伯牙弹琴弹得非常好，那钟子期呢可以听懂他弹的琴是什么内容。所以他弹的是水，他能够听到了流水；他弹的是高山，钟子期也能够听懂你在弹高山。那这就是高山流水的故事。那俞伯牙在弹琴的时候，他弹的内容钟子期都能够听懂，所以钟子期就是俞伯牙的知音，是了解他理解他的人现在呢，知音这个词不仅仅是能够听懂你的音乐，那知音这个词就是只要你的朋友或者是一个人他非常了解你，或者他非常理解你，应该是理解，那你都可以说这个人是我的知音，他明白我在想什么，他明白我要说什么，这就是知音。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弹琴之后呢，后来他们说第二年明年我们再到这里来弹琴。那到了第二年呢，会弹琴的俞伯牙来到了这个河边，但是呢，这个时候钟子期已经去世了，所以俞伯牙把他的琴摔了，以后说我以后再也不弹琴了，因为我的知音没有了，谁还能听懂我弹琴呢？所以我以后都不弹了。那这就是高山流水的故事。所以高山流水指的就是很好的音乐或者是知音的意思。好，那现在这个故事你是不是明白了呢？如果你明白了，我希望同学们可以记住。那比如说你要记住什么是高山流水，你要记住什么是知音当然了，这里边出现的所有的词也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的学习一下因为这些词有可能再一次出现到 HSK 6级的考试里边，它可能在听力里边，也可能在阅读里边，也可能在写作里边。所以在这里边 ABCD 里边出现的所有的词你都要记住它。好，这是我们的这个高山流水的故事。那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听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如果你能够看一看 ABCD， 一边听一边看，你其实是很容易记住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你一边听一边看，你看到48的时候，你知道他问的一定是这个人怎么样，
所以你要去认真的去记住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那你一边听一边看，看到49的时候 A B C D， 那应该是关于发生了什么或者是为什么的这个句子，所以你要认真的去听，认真的去记住后来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变化吗？你要去认真的记住。那最后这个是关于文章的话题、文章的主题、文章的题目，那你要去总结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就可以了。那幸运的是，高山流水的故事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名词，所以直接选 D 就可以了。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边听一边看是非常重要的。先去看这个，在听以前先看这个，看完了这个没有时间了，那你就一边听一边看 A B C D， 我相信这个题目你一定可以做出来。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故事的类型，所以我们用3个故事来介绍了故事类型的题目有什么样的特点，同学们应该怎么去做。那之后呢，我们会介绍这个科普的文章和议论文，我们下节课再去介绍。那如果同学们呢在这些里边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来加这个微信来问我们，或者说呢你可以用这个 cnhsk.org， 你登录这个网站呢是可以做模拟考试的，你多去做一些题，你多让自己的耳朵练习练习，多去听一些故事，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去写故事，怎么去讲故事的。那我相信你以后在真正考试的时候呢，一定会觉得没有那么难，你要去习惯这个。那这就是我们的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些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来休息一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的听力第3部分。好的，那现在休息一下吧。